看过仙逆的小伙伴一定对仙逆里的道法神通印象深刻。与其他小说设定极多的旁门左道不同，仙逆是十分注重神通的，可以说是对境界的一种认定。仙逆里的神通不仅气势磅礴、雄浑壮阔，而且有的名字是以成语命名，带有些许诗意。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品级设定。仙逆的神通不同于部分小说会明确一个术士几级几等这样游戏化的品级，而是分类，这个类也一定程度上的决定了境界。大致可分为法术，以灵力催动为基础，为第一步低阶修士主要使用的术，灵力越强，使用越熟练，法术越强。神通一，以意境感悟为基础，元神和意境融合后可施展的自身意境之术，为第一步高阶到第二步使用的术，意境越强，神通越强。二，古之一族技能。仙术以仙元之力为基础，为第一步高阶修士到第二步巅峰使用的术，甚至可到第三步分下、中、上极品。仙术多残暴，品级越高越恐怖，也越难。道术以本源之力为基础，为第三步大能使用的术，道术多以自创为佳，符合自身本源。信术大天尊境界至第四步的术，融入信念，言出法随，化虚为实，无中生有，可堪造化之术。解释说明：一、仙逆里不强调神通品级，原因有四：一、低阶神通基本大同小异，神通的强弱主要在于施术者实力，踏天境就算用引力术也是大神通。二、化神之前低阶时期很短，化神之后神通品级则更是仙逆里完全没必要的设定。化神之后，每个人的意境特点不同，每个人的神通都有自己的特色，强弱只区别于感悟方向和感悟程度，破其意境感悟之不足则破术。三、远古仙域崩溃，仙法大都失传破损，第一步能得到一个破损仙术就是天骄了，基本不会在意品级，如果能得到完整的下品，基本都是问鼎以上了。四、考虑到神通的进阶性，高阶神通往往是自创性，带有自身感悟或本源的独有神通，可随着境界的提高改进。二、仙逆里有时在描述中词语写意，便不遵从既定词汇，例如有时会称仙术、道术为仙法、道法，有时也会用法术、神通做统称，不必过分纠结于此。三、意境体系是一个独特的体系，为进阶化神必须的条件。每个人感悟天道，寻找自己想走的路，此后修炼即为印证。如果是死路，则意境止步；而一些知名的意境，则是有大能或者大家族已经趟出了这条巅峰之路或者第三步之路，但感悟他人意境，则没有自己的意境，如果不合适，自然也会止步。自身感悟印证的意境，大都道念坚实，神通强横。意境的进阶就是不断印证成功的过程，也是境界提升的必要条件。神通势力：魔道三指、寂灭指、化魔指、黄泉指。此神通是亡灵前期的大杀器，传自司徒南，由一套不完整仙术感悟而出。第一指寂灭，能直接抽取敌方以及世间万物之生机，威力巨大。后经司徒南改善为寂灭变，将凝聚的天地元气不断压缩，形成规则之力。第二指化魔，仙元逆动，于指间凝聚出紫色魔火，以魔火势物伤敌，施展之时犹如魔神降世。